1991年2月，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徘徊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局门口。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老式军大衣，手里提着一个鼓囊囊的包袱。这个农村老太太并不识字，在跟几个路人反复确认了这就是要找的地方之后，她才鼓起勇气，头也不回地踏了进去。根据规定，所有上访者必须要填写登记表，她只好请求里面的一位工作人员帮忙。好不容易填完之后，她突然说：“我是背着我儿子的人头来喊冤的。”她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工作人员一时间没听明白她到底要说什么。在反复询问几句之后，老太太双手捧起身边那个包裹，我儿子的头就在里面。这下呀，轮到那个工作人员慌了神儿，他赶紧摁住老太太的手，不让她把包袱当众打开，一边把她送到隔壁一间的休息室里，并且向值班的上级领导进行汇报。领导在信访办工作了多年，也算是见多识广，可是这提头上访的事儿也把他惊的是目瞪口呆。他再三确认，得知包袱里面装的真是一颗人头之后，明白这个事儿啊，无论是严重程度还是对他的认知和心理，都已经严重超纲了。于是要老太太再等一下，自己还要往上报一级。半个多小时后，这个领导亲自带着老太太进入了大楼里面的另一间内部办公室，里面坐着的是一个神色威严的大人物。老太太一见他，赶紧放下手里的包裹，颤抖着打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喊着说：“青天大老爷啊，我儿子死得太惨了，你可要为我们伸冤啊！”后来他对记者回忆说，当时那颗头颅依然是七窍流血，双眼睁开，死不瞑目。这样极具震撼性的一幕，把屋里的那位大领导也吓了一跳，好一阵才站起来，扶着老太太坐下，并且赶紧叫人通知法医来把人头送去进行检验。这儿要多说一句，提头告御状的老太太王次妞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见到的那位大领导是后来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不过这个事情呢，被信访办的官方否定了，说其实那只是他们的一位高级官员。但是这个事儿后来真的是被层层上报，的确到了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手里，并且他亲自批示，一定要相关部门严查此事。同时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了王次妞的申诉请求，他因此成为了那0.5%上访成功的人之一。可这份成功背后的辛酸和付出却是难以想象的。就像罗翔老师说的那样，在中国，老百姓受了冤屈要上访，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因为如果不这样，就很难得到关注，得不到关注，那么上访的成功率就会彻底归零。结果他把儿子人头剁了下来，提着人头去上访。你想一想，把人头往信访工作人员一摆，这立马就秒杀震惊，对吧？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坐上火车的，太可怕了。那么究竟要受到怎么样的冤屈，背后到底是多么难以撼动的黑手，才会让一个母亲忍着巨大的悲痛，亲手割下亲生儿子的人头，不远万里进京喊冤呢？事情还要推回到1个多月前的1991年1月初，当时正在临县走亲戚的王次妞突然接到一个噩耗，说在金矿打工的大儿子姚国强出事了，不慎从山崖滑落，身受重伤。一听这话呀，他立马赶到了那座金矿，可是还是晚了一步。他只看见悲痛欲绝的丈夫以及早已冰冷的儿子的尸体。根据矿主白桦山的说法，是姚国强自己不守矿上的安全条例，半夜跑去山背面的一处小河沟玩，结果失足跌死了。这事既没发生在工作时间，又没发生在采矿的作业点，因此矿主表示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只是找人通知姚国强的父亲过来把尸体给拉走。姚父呢，是一个性格比较老实懦弱的人，遇到这样的事，除了嚎啕大哭，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直到妻子王次妞连夜赶了回来，颤抖地掀开了蒙着遗体的白布，却发现不对劲儿啊！儿子的嘴角和鼻子周围有大量已经干涸的黑色血迹，双眼圆瞪，死不瞑目。而他身上被衣服覆盖的地方，从脖子到小腿更是伤痕累累，看不到一块好肉，有的地方甚至是皮开肉绽，惨不忍睹。这哪是什么跌落山崖意外死亡，分明就是被人活活毒打而死。又悲痛又愤怒的王次妞找到了之前带儿子一起去矿上打工的2个同村人，
这父子俩呀也都姓姚，跟姚父算得上是沾亲带故，下面咱们就把他们称为老姚和小姚。一见王自妞找上门来，他们马上就知道肯定是为了姚国强的死。出于对矿主白华山淫威的恐惧，老姚啊支支吾吾，欲言又止，反而是16岁的儿子小姚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姚大哥就是被他们打死的。紧接着小姚说出了事件的恐怖真相。原来啊，不到1周前，老姚小姚这对父子听说附近的金矿因为工人回家过年急缺人手，所以呢，矿主白华山正在高薪招聘短工，无需经验，工资每日1结。于是他们便拉上了原本在外地打工，现在正回家过年的同村青年姚国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一起出去挣几个钱嘛。结果谁能想到，才过去第3天就出事儿了。这天半夜啊，睡得迷迷糊糊的小姚被外面一阵喧哗声吵醒。他看见一个身穿警服的人站在面前，说矿上发生了盗窃案，要他们几个临时工准备好，一个一个接受调查。很快他就被带到了一间小屋里，除了那个警察和白华山，还站着2个一脸横肉、凶神恶煞的打手。这时小姚才知道，原来是白华山藏在屋里的50多克黄金不见了。之所以找到他，是因为失窃的头一天晚上，老姚、小姚还有姚国强刚好在那间房里一起看过电视。16岁的小姚哪见过这副架势，面对警察的逼问，他除了摇头还是摇头。可能是看着这孩子的确傻乎乎的，什么也不知道，白华山站起来对着他就踢了一脚，让他滚蛋。莫名挨了打的小姚从地上爬起来，对白华山喊：你凭什么打人？结果白华山一脸凶相：老子打你怎么了？快滚回去睡觉，不然弄死你。小姚还想争辩什么，结果被门口的老姚一把扯出去，捂住他的嘴，不让他继续跟白华山争吵。回到工棚之后，父子2人才发现，本来同住一屋的姚国强并没有回来，而那间小屋的方向传来了砰砰的声音，并且伴随着人的惨叫。就这样，他们战战兢兢，一夜未眠。早上起来看见门口还守着几个白华山找来的地痞流氓呢。这些人一边抽烟一边闲聊，主要就是说姚国强就是那个偷金子的小偷，但是这家伙嘴很硬，打到现在都没招。现在县里又来了2个警察，正在对他进行轮流审讯呢。其中一个打手还说，这小子敢偷白华山的东西，不死也得脱层皮，估计要先进医院再进局子。年少气盛的小姚还想要为姚国强争辩几句，说他根本就不是会偷东西的人，结果又被父亲老姚死死拉住。他对儿子说，白华山可是这县里的一霸，碾死你可不就跟捏死个小虫子一样。正说着呢，突然看见白华山走进来，把老姚给喊了出去，说要他看在同村一起过来打工的份上，去劝说姚国强认罪。30多分钟后，老姚回来了，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二话不说拉起儿子就走，这几天的工钱都不要了。结果父子2人在赶回村的第2天，就听说姚国强死在了矿上。眼看儿子全都说了，老姚也知道瞒不下去了，于是对王自妞补全了他亲眼看到的部分。当时他进到那间小屋的时候，臭气熏得他眼睛都睁不开。只见姚国强躺在地上，头肿得有2个大，嘴角身上到处是血迹，身体下面还有很多排泄物，大概率是被打到了大小便失禁。可即使是在一个半昏迷的状态，姚国强依然说，我没偷黄金，你就是打死我也交不出来。而白华山听了后则破口大骂，这个贼骨头硬得很，都这样了还不招。于是就招呼旁边2个打手，给我继续往死里打。老姚看的是心惊肉跳啊，实在忍不住就劝说道，你们这么打是要真的打死人的。结果呢，白华山就把怒火转移到他的身上，你这个老东西还敢帮他说话，我连你一起打。吓得够呛的老姚赶紧退了出来，带着儿子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在他离开房间的时候，眼角余光看见屋里的一角还站着2个警察。面对白华山和打手们对姚国强的毒打虐待，他们操着手冷眼旁观，并不阻止。说到最后啊，老姚也忍不住泪流满面。他对王自妞说，大嫂子，我也知道我对不住你家老大，但是我当时确实不敢啊，而且我儿子也跟我一起在矿上，他们狠起来可是连孩子也不会放过的。听了这些话，王自妞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当时就拉着老公一起去矿上，要找白桦山讨个说法，结果却被几个手拿钢管和木棍的打手堵在了门口，叫嚣着说：“你想要说法，就去地下跟你的死鬼儿子去要去吧。”无奈之下，夫妻二人只能互相搀扶着回家。当晚，村里不少人听说了这个事情，都纷纷过来看望和吊唁。其中一个在县城里打工多年，多少对矿主白桦山的背景有所耳闻的人说，白桦山号称是白千万，不仅是以私人名义承包了那座金矿，而且还开地下赌场、歌舞厅、洗脚城，可谓是黄赌毒俱全，是个不折不扣的黑老大。而且呢，他不仅手下养着几十号膀大腰圆、游手好闲的打手恶棍，还跟白道的警察们推杯换盏、称兄道弟，连县长、县委书记那个级别的都是他的保护伞。再加上小县城天高皇帝远，这里边一层层的黑幕啊，3天3夜估计都说不完。总结一句话就是，姚家这样的普通农户要对付白桦山，简直就是蚂蚁撼大树，想都别想。难道说儿子真就死了白死吗？王四妞咽不下这口气。面对胆小怕事的亲戚朋友，她苦口婆心，甚至不惜下跪请求他们帮忙，但是大多数人也都表示爱莫能助。最后说来说去，也只有2、3个人愿意帮她讨回公道，而这个帮忙啊，也仅限于把姚国强的尸体抬到县城的大桥下面，拉起横幅，让王四妞和老公身穿白衣，头扎白布，鸣鼓喊冤。可能看到这儿有同学会问了，不是说要抬尸喊冤吗？那为什么不去桥上，而要去桥下呢？原来啊，这也是有明白人给他们出的主意。如果在桥上，那就属于恶意堵塞交通要道，分分钟就会以寻衅滋事为名被逮捕。而放在桥下的话，现在正是冬天枯水季，周边的草木凋零，非常显眼，容易引起过往车辆的注意。果然啊，很快这事儿就引起了县城的舆论沸腾。很多人纷纷来桥下看望，在目睹了姚国强遗体的惨状之后，又是愤怒又是叹息。白桦山听说了此事，也派出了手下的黑道势力，想要过来强行抢尸体，结果被姚家父母以及围观的热心群众同仇敌忾的给挡了回去。不仅如此啊，人们还自发的帮他们搭了一个挡风避雨的棚子。而与民众支持截然相反的是，警方在接到姚国强被打死一事的报案后，不能说是毫无动静，也只能说是啥事儿没干。面对前来打听进展的姚家人，不管是公安局还是检察院，都只给出一句话：此事正在处理。处理着，眼看着10天过去了，就连是否立案都无法给出答复。最后还是王四妞豁了出去，在亲戚朋友的配合下，硬闯进了县政府，一路找到了政法委书记，结果得到的却是3个字：滚出去。1周之后，元凶白桦山在县城里张灯结彩，大放鞭炮，请客吃饭，逢人便说这官司已经打赢了。这无异于是在给大桥底下守着儿子尸体苦等结果的姚家父母心里结结实实地捅了一把刀子。于是第2天，他们把儿子赤裸着上身的尸体放在一个平板车上，王四妞手捧一张写着血红色冤字的白纸，一路游街到了县政府门口。尸体上伤痕累累，触目惊心，再加上父母悲痛的哭嚎，顿时引起了轰动，甚至是邻县的群众都过来围观看热闹。不久后，县政府门前人山人海，把奉命过去抓人的警察结结实实地堵在了外面。眼见民意开始往失控的方向发展，县长只能亲自出面救场。这位名叫马国敏的女县长当着所有人的面拍胸脯保证，此案一定严查，定会还姚家父母一个公道，同时劝说他们不要再抬着尸体游街了，给儿子一个体面，尽快让他入土为安吧。为了表示诚意，他当即自掏腰包拿出4000元，吩咐让人去库里取200斤面粉，用来作为姚国强的丧事费用。面对县太爷的承诺，夫妇2人选择了相信，把儿子的尸首抬回了村子。而他们前脚回来，后脚姚家的族长大爷就登了门，左手一本族谱，右手一本黄历，说人死了7七49天必须得入土，否则会变成孤魂野鬼，闹得家宅不宁，祸及亲戚族人。眼看这个时间将近，明天就是个黄道吉日，所以赶紧送去火化比较好。这话说动了姚父，但是却没有说动王四妞。他觉得尽管县长说的信誓旦旦，
但始终是个口头承诺，天知道会不会另起波折。而至于儿子死后变成孤魂野鬼，更是无稽之谈。他已经死于非命了，如果不能看到凶手伏法，那才真的是不得安宁。而且这些人呢，一个劲儿地催促他火化儿子的尸首，似乎更有想要毁尸灭迹的目的。于是她和丈夫对外放出风声，说儿子已经下葬，但是其实是趁着天黑，把姚国强的棺材搬到了祖坟旁的一个僻静角落，并没有入土，而是用防水布结结实实地遮挡起来。结果证明，王次妞的预感是正确的。那个矿主白桦山和办案民警张某虽然先后被逮捕了，但是连看守所的凳子都没坐热就被放了出来，理由是查无实据。而县政府的其他部门则又开启了先前的推三阻四的模式，而那个政法委主任的态度依然是一如既往的滚出去。事件发生13年后，青年参考报的记者曾经专程赶到事发的洛阳市松县，采访到了一位当年参与过案件调查的公安人员，他证实了王次妞的说法属实。而这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民警更是非常直白地说，这事儿没法说，打死了一个人，拘禁几天就放了。而作为死者母亲的王次妞听到这样的消息，对县政府政法委彻底绝望。她对老公说，既然县官不管，那么我就要进京告御状。在这个淳朴的农村老妇人心里，对告御状这个事的理解还保留在农村戏台上拦下皇上出巡的圣驾，跪地喊冤，英明神武的陛下听后，找来刚直不阿的青天大老爷，从此案件沉冤得雪，惩恶扬善。但是事实上，哪怕是放在真的有皇上的封建社会，告御状的难度也不亚于登天。绝大多数人还没凑到跟前呢，就会以惊扰圣驾为名当场被拖走。杖责充军那都是常事，当场掉脑袋的也不是少数。哪怕是清末著名的杨乃武和小白菜，也需要姐姐和妻子受大刑滚钉板，以极端方式显示出告状的决心，最终才能上达天听。而放在90年代，虽然不需要王次妞滚钉板，但是他面前的难度却是一点也不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也就是俗称的上访。那么为什么一个宪法赋予的权利成功率却只有5%呢？这就不得不说到极具特色的解访机制了。202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一本叫做《治大国如烹小鲜》的书中，作者吕德文详细描述了基层政府人员如何有效阻止进京上访。这里面呢，主要有2种做法。第一种叫做包保责任制，对重点稳控的对象，县、乡村3级都要成立工作组，责任到人，技术到位，一举一动皆纳入稳控的视野，包括出行记录都会被预警，一旦出现赴京上访，就会被算作重大责任事件，而哪怕是只有1起，全年的信访工作都白搭。而且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即使信访办中出现了对上访者心存同情的人，也会被另2级的人及时发现和阻止，绝不会出现偷偷放水的情况。如果说百密一疏还是没防住，那就要启动第2种解访了。在接到通知后，要立即派人在12小时内带人、带车、带经费一路追赶，目的就是为了在上访人进入北京前把人及时安全的截回。这里面投入的精力、人力、财力，就算追捕逃犯也莫过于此了。好在王次妞是一个非常有魄力和行动力的人，不管多大的事儿都是说干就干，这让他成功躲过了第1轮对上访人员的雷达监视。那个2次叫他滚出去的政法委书记则不止1次的公开说，你一个农村妇女啥世面都没见过，有本事就去告啊，哪怕你是告到天边都没用。这位书记的嚣张态度激起了王次妞为儿子申冤的斗志，但是也让他意识到了这条路上面对的巨大风险。就算他成功的进了京，找着了信访局，很可能也只有1次真正申诉的机会。之前在县政府门口抬尸喊冤的经历，让他意识到舆论的重要性，以及只有用极端的方式把事情闹大，才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如果把尸体千里迢迢运去北京，只怕是连县城都还没出去，就能被拦下来。
结果王次妞就想到，以前在一个来村子里头说书的人那儿听过，古时候啊，有个寡妇带着老公的人头上京告御状，结果不仅沉冤得雪，朝廷还给她封了烈女。烈不烈女，王次妞不在意，她只知道自己怀胎10月，一口奶一口饭，辛苦养大的儿子才2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莫名的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这样的冤屈怎么能咽下去？可这个极端的方式，就连老公都十分反对。他觉得说书先生嘴里的话怎么能当真呢？而且王次妞这辈子最远就只去过邻县亲戚家，北京城那可不就是政法委书记口里的天边吗？最关键的是，家里已经失去了大儿子，如果再因为这次上访失去了王次妞，2根顶梁柱都倒掉，那么完全可以算得上是家破人亡了。但是王次妞铁了心，对老公说，你要是害怕，你就当作不知道，我自己去北京，大不了搭上我一条命，我到黄泉路上陪儿子去。第2天，王次妞把家里的菜刀磨好，趁着夜色跑去坟场藏尸体的地方，流着泪把儿子的头颅砍下，细心地包在带来的包袱里，如同20年前儿子刚出生时把他包在襁褓中一样。只是这次啊，他要带儿子踏上的却是一条漫漫的上访路。正在火车站候车的时候，王次妞看见老公一路追了过来，手里攥着一张刚买的火车票。这个老实巴交了一辈子，在别人眼中看来有些怯懦的男人，最终还是选择支持妻子，跟他一起提头进京。其实在当年的火车站，尽管不像现在有 X 光和安检门，但是依然是有一道检查程序的。可能是看到这2位憨厚淳朴的农村老人紧紧抱着这个包袱不撒手，安检员以为他们这就是第一次出远门，给城里的孩子带点土特产什么的，所以也没叫他们打开，而是挥手放行了。就这样，老两口奇迹般的来到了北京，也有了视频开头的那一幕。根据当年北京青年报的相关报道，以及后来公开的一份文件显示，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的确对此事有一个专门的亲笔批示，并且还写下了2月28日前给出结果的最后期限。国务院信访办也给王次妞夫妇安排到专门的招待所进行住宿，似乎一切都在向一个拨云见日、沉冤得雪的方向进行。直到25天后，河南省洛阳市嵩县3级检察院都派出要员要接2人回去。看到这个情形啊，王次妞心里咯噔一沉，赶紧跑去厕所躲了起来。由于过来的都是男性，也不方便进公共厕所拉人，所以只能在外面跟她的老公进行谈判，并且由他向王次妞转达结果。在这过程中啊，他们给出的条件层层加码，不但保证会严惩凶手白桦山，还会在嵩县公安局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一个涉黑警察。最后还承诺给王次妞家另外2个孩子安排在县里头工作，并且出钱翻修他们在农村的房子。最后就连老公都动摇了，他第5次来到厕所门口劝说王次妞，说咱县里、市里、省里头都来人了，说肯定不叫咱冤枉，还给娃子安排工作呢，咱还是走吧。知道这下呀，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王次妞只能很不情愿的出来。他后来对青年参考的记者回忆说，他一出来啊，就被连拉带拽的送上了招待所外面停着的一辆车，然后一路不停的把他们送到了河北邢台。当晚不仅房门上锁，而且吃喝拉撒都有人盯着，生怕他又跑了。然后第2天天还没亮呢，又继续开车把2人送回了嵩县老家，把他们往门口一放，又从车上搬下来了一个小箱子，说了句你们走吧，就回去了。他们这才知道，那个一路跟随的箱子啊，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冷冻箱，而儿子的头呢，就装在里面。2人一头，就这么又回到了起点。似乎那场轰轰烈烈的提头进京上访就是一场梦。经历了如此大起大落的王次妞怎能就此善罢甘休？她第2天就再次去县城打听情况，但是这次啊，所有的部门都对她大门紧闭。好不容易出来一个人，除了劝她赶紧安葬儿子，别的什么都不说。有好心的人私下给她透露了点风声，说矿主白桦山和参与打人的民警张亚伟已经被抓了，但是对方啊活动得很厉害，判不判怎么判都很难说。于是啊，他又身披白褂
头缠白布，手里拿着个铁皮桶改装的鼓，一遍又一遍地去省城洛阳击鼓鸣冤。这期间，他被以扰乱秩序、寻衅滋事逮捕过多次，但是警察拿他这么个老太太也没啥办法，于是只能抓了放，放了抓。而且他的泼辣也是远近皆知啊，警察敢动手，他就敢又抓又咬地打回去。就连前来劝说他回家等消息的洛阳市最高人民法院刘院长都没能幸免，胳膊上被他结结实实地咬了一口。就这样一路折腾到了1991年9月，姚国强被害整整9个月后，洛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在松县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最后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主犯矿主白华山和民警张亚伟无期徒刑，参与殴打的丁金伟有期徒刑3年，另一位在场虽未参与打人，但却也没有阻止暴行的公安局刑侦队队员刘普晓则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尽管没有做到杀人偿命，但也算是做到了恶人伏法。可是王次妞呢，却对这个判罚并不满意。除了凶手未能偿命之外，他认为这个判决并没有附带民事赔偿。其实说完全没有赔钱也是不准确的。除了最开始县长给的4000块之外，这次审判结束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也给大家送来了5000元钱，但是没有说是谁给的，也没有个名目，只是说让他赶紧办儿子的丧事。但是后来啊，王次妞才得知，这原来就是给予他家的赔偿。对此，他觉得是一种极大的侮辱。一个20岁的娃子就值几千块钱吗？他愤而提出民事诉讼，但是却一遍又一遍的被驳回，民事赔偿是1分钱也没看到。1996年，姚父因车祸去世，距离儿子的死只隔了仅仅不到6年。丈夫去世后，王次妞又开始了一遍又一遍的上访，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上访专业户。他具体去了多少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在2004年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仅仅只是2003年1年，他就去了北京6次，洛阳26次，但是每次都是半路被拦截下来。不仅是他自己上了上访重点防范人员名单，儿子姚国强的赔偿案也成为了河南高级人民法院疑难案件的第1名。而他的做法也慢慢的惹来了不少微词，比如一位高级法院的法官就说他是没良心，凶手都坐牢了还追着要赔偿呢。2000年法院下达的不予立案通知书里则说，姚家总共花了政府4万多块钱，而不是王次妞之前对记者所说的前后加起来不到1万块。而记者在调查这个数目差的时候则被告知，这里面呢其实包括了阻截他上访所花的费用。张姓民警在多次减刑之后，最终以坐牢11年的代价被放了出来，而同样被判无期的白华山也只坐牢了不到13年就重获自由。这些内容都被记录在《青年参考报》里一篇叫做《13年上访录：母亲亲手割下儿子头颅上京告御状》的文章里，发表时间是在2004年的5月。在那之后，王次妞这个名字逐渐被互联网所淡忘。最后一次有关他的新闻是2006年，因为多次冲击国家机关以及外国领事馆，造成极恶劣影响，从而被行政拘留10天。再然后啊，就没有然后了。直到2024年的8月底，也就是最近，一则非常简短的讣告在中文互联网上开始广为流传，里面只有一句话：河南省洛阳市松县农妇王次妞因病去世。讣告里头呢，丝毫没有提及他具体的死亡日期，享年多少多少岁，似乎就跟千千万万中国辛劳了一辈子的农村妇女一样，不管是出生还是去世，都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激不起一丝的浪花。不过这次王次妞去世后，有同乡人在网上爆料说，他尽管最近10年没有再进京上访，但是呢，也一直委托人给相关部门写信申诉，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随着他的离世，这场长达33年的漫漫深渊路终于画上了句号。命运多舛的一家3口带着无尽的遗憾在地下团聚。有人说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却依然没有放弃为儿子讨回公道。也有人说她就像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脑子有点轴，一根筋儿，把大半辈子都浪费在了一件不可能成功的事上。可就像秋菊总挂在嘴边的那句，我不是为了钱，我就是想讨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
是公道，是人心，更是普通平凡人心中勇气和力量的所在。感谢收看 M2档案，咱们呢，下期再见。